我们这节课呢要画的是蓝紫色的作品。首先呢，我们用的颜色呢，再给大家先介绍一下啊。用的颜色呢是头青、群青、紫色、胭脂和花青。我们呢先有一个调和色，要把群青和紫色，把群青和紫色5:1给它挤在一起，然后呢用牙签调匀。我这个紫色呢是新打管的，会有点这个水分。怎么感觉这个颜色调的有点少呢？再来点吧，太少了也不行啊，不够啊。我呢挤颜色总是容易多，宁多勿少吧。再来一点紫色啊。我这个这个紫色新打管的，这个里边水分稍微多一点。好，把它用牙签调匀。我这有牙签，我说惯了牙签啊，牙签没有了，我这用的是掏耳勺，用掏耳勺调的啊，大家不要见笑啊，这个都一样，只要给它调匀就行了，牙签用没了。好，给它调匀，擦干净一样啊。紫色系的画头笔先给它泡透，然后呢刮一刮啊，刮到什么程度呢？不滴水，行了。我们首先呢要在笔肚处，我们画的是皇冠牡丹啊，先在笔肚处调一点点去头青。我们这回颜色呢一开始一定要少调很少很少的调一点点头青这样的。调的很少，好，差不多了。然后呢，再调一点这个蓝紫色，就这两个颜色我们先画这个浅色的部分我们看一下颜色我们可以用一张别的纸呢来试探一下这个颜色在我们吃不准这个颜色的时候可以用别的纸呢试探一下这个颜色画出来什么样。好，可以了。我们的主花呢是在左面，我们这幅画呢画的是带燕子的主花呢在左边稍微偏上一点。小花瓣、小碎瓣看长方扁圆都让它有其实就是万变不离其宗。碎瓣来2个。也要留点空。这个画这个呢是不能着急的随着往上画，这个颜色越来越浅就要这个效果。好，然后呢我们来补这个空，颜色变浅了，我们稍微来一点点，看稍微来一点这个颜色就行千万不要把颜色挤重了，挤重了是出不来那种这个薄透轻薄的感觉，就出不来了好，趁现在这个颜色呢比较浅，我们画外围的。好，把这个里边这个颜色给它添上。一定要慢一点，别着急画这个不能着急。好，然后我们再调一点颜色，薄薄的调千万不要调多了。如果吃不准呢，就在别的上面试一下这个颜色。上面部分基本上差不多，要有个高低错落不要画的太平太齐了。
往外延伸一点，大小花瓣结合啊，它俩一般高了，怎么办呢？啊，别让它齐啊，别让它左右均等。好，然后这个里边有点深是吧？我们继续把里边加深啊，现在开始逐渐加深了。多调一点，这都多调啊，稍微多调一点，我们加深。好，到这块呢，我们上面部分基本上就完成了啊。把这个白点盖一盖，没送到位的，宽窄笔啊，让它有点变化。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画，一定要注重变化啊。如果没有变化，这个画头它就不好看了。太齐了啊，太齐了，太平了，太匀了都不好看。好，再画下方，下方加深啊，加浓加重，要舍得加。下方呢，我们少调一点这个头青，剩下的主要就是调这个啊，这个是蓝紫色啊，主要就是调蓝紫色。把头青呢调在笔根一点再啊。好，调蓝紫色深点，然后呢，我们再调一点紫色，让它这个颜色啊逐渐改变一下。紫色啊，不是紫色啊，胭脂啊，然后最后调一下花青。好，颜色加重了啊，然后呢，在下方让它衔接自然。我们在留空的同时，就是要注意它形状的变化啊。你看，每一次留空都是为了让它出层次，但同时呢，要有个形状的变化和花头、花瓣啊，花瓣的这个方向的转变。搭界处，好，白点呢盖一下，这交界处这块啊挺重要的，把这块衔接好了，它才看上去呢变化是自然的。这个色彩变化啊，既明显还过渡自然。白点盖一下啊，白点不好看。好，吸一下水，
多余的水分给它吸掉。那我们有没有发现，这样过渡呢，它也挺自然的，是不是啊？好，笔尖儿呢，我吸点水，把这笔尖儿这块啊吸点水，继续往上啊，让它过渡呢再自然一点。这差不多了啊，不让它两边是对称的，就这个感觉啊。好了，然后在它的左面啊、右面啊，我们画一个。我在想啊，这个构图有的时候我也挺头疼的啊，怎么构图？因为这个在直播间是画过啊，所以我希望构图改变一下啊。好，在这个位置呢，我们画一个小花头。这个花头呢，我们画一个深颜色的啊，在它这个位置，画一个很小的花头，不要画大了啊。我就不往下画它了啊，往上画。多调一点胭脂啊，让这颜色加重，深的啊，多调点胭脂，颜色让它加重。好，这个花头呢，我们让它小一点，然后呢高一点啊，高出来。注意运笔的变化，宽窄要结合的去画啊。有水啊，吸一下，要不大家看不清，它反光啊，有水它就反光，这样就好了啊，咱们能看清了。好，这基本上这个外形就差不多可以了，不用有什么规律啊，你只需要，其实你的最终目的就是分出来层次，你就赢了。怎么分出来层次啊？你就注意笔根和笔尖接触，它就分层次了啊。到什么时候它就是不变的这个一个原理啊。吸点水。这面呢变得透明一点。好，我们只需要把它俩有个高低错落的关系就行了啊，其他的就不用管了。然后在下方这个位置，我们拿一个小花包啊，你看这花包呢，你画位置。在下方这个位置啊，我们画一个小花包。
好，这就行了。然后呢，这上方我们这画一个燕子，这块也画一个燕子，点蕊。好，这个蕊呢就是乱点。我往近处给大家调一下，咱们看清点蕊是怎么点的。小点不是大点，点的要轻一点，让它呢有一种若隐若现的感觉。好像是差不多了，是吧？我们呢，把底下给它连成片。我们让它画心偏这面一点，偏左一点以前我们画心的时候，几乎都是偏右的这个我们让它偏左一点。好了，这样就行了然后呢，我们这个蕊用珠标点一下雌蕊，别让它太明显了，别跟它形成反差点几下，点一下就行然后我们加高。没调好拿凳子，不拿凳子不就调不好。好，它叶子呢还是这样的颜色。叶子呢，我们加点头绿，然后叶子藤黄呢加也行不加也行。再说吧，看一下剩的什么颜色。好，把这个蓝紫色还是调多了是吧？我调色这么狠就是我这么能蘸颜料，也没给它调进去。好，头绿。这个头绿呢，画出来叶子比较好看。我们这回呢，直接把头绿调在笔肚。那就藤黄这个颜色呢，就给它划掉，不用藤黄了还没找着笔呢，先不划了大家知道我没用藤黄就行了好，把头绿我们给它调在笔肚然后呢，笔尖直接调胭脂。这样就行了，就这两个颜色，我们先画这个
先画它的这个交接处啊，这个头绿就比较纯。好，再来一点儿。然后我们加重颜色，笔里边来点浓墨啊，蘸点浓墨，花青调进去。好，然后呢，我们这回呢，头绿稍微多调一点啊，笔尖处来点墨啊，来点浓墨。好，在它的这个右侧呢，看一下啊，枝干在哪出？枝干在这儿出啊。那我们在它的右侧啊，来一组大点的叶子，就一大组啊叶子。好，这样的话呢，左边啊，我们给它这个地方出枝啊，就不能给它盖住了。有的地方给它挤出来，不用都挤啊。你看我还留了点空，是不是？然后上方这个位置啊，也要来组叶子。好，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这个枝干画一下啊。我的这个枝干呢，在什么位置？在这个位置，在这出啊。我觉得枝干可以在这个位置出啊，让它长一点。这么出啊，从它的侧方向去出去。好，啊，一个粗枝干，一个辅枝干就行了。啊，然后呢，这个枝干往这边通。继续把这里边添上枝干啊，在它的上方向啊，在这个位置，我们画一个枝干，鸟扎在这儿啊，这是什么？这是燕子，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画个燕子，然后这个鸟呢，就是扎在这个位置啊。好，不能左右出枝，那怎么办呢？下方向要不要再来一个枝干？不能再来了啊。好，这么地儿吧。
这可以在这个位置伸出一个枝干。啊，在这下面不重要的地方啊，伸出一个枝干。也就是说，它缺线啊，缺线条，那怎么办啊？我们用这个别的方式给它补偿过来啊。行，啊，目的呢就是让它有线条，这几个线条不重合就行啊。然后呢，我们稍微的吸点水，来点淡叶子。好，在这个位置啊，我们来点淡叶子。不能多啊，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好，这就行了啊。这幅画呢，基本上就完成了。然后呢，咱们把这个叶筋勾一下，剩下的呢，我们就画两个燕子，来烘托一下它的氛围。啊，有鸟的这个画面呢会更加生动。点点开点。好，我们画燕子。上方向呢都是浅颜色的，正好呢，我们这枝干也是浅颜色的。用浓墨，我用这个是一品兼毫这个笔啊，建议大家呢都要买一套花鸟笔啊。你学牡丹呢也需要会画配角，所以呢这个配角啊一定要学。然后呢也预备好笔啊，这是咱们花鸟套笔的一品兼毫。啊，我们在这个位置呢画一个燕子啊，是望向，我看一下这个位置啊，在这儿吧，望向下方啊，行，一定得注意啊，闭音了，一音了就完了啊。然后它的翅膀通下来点，它的尾巴啊，剪刀尾，在它的下方啊，剪刀尾，有点没整好。这个翅膀呢，让它探出来点，好，就这样就行啊。它再看向旁边这个燕子，那么它看向哪呢？就看向这儿。这个燕子呢是往上飞啊，往前走，往上飞。好，它呢就是抬头的。
是吧？剪刀尾。好，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用这个小白云啊，用这个吧，点蕊笔啊，蘸点浓墨。这个点蕊笔你也要多预备几个，要不它不够用啊，真的。好，首先呢，我们要它望向远方这个感觉啊，要给它画出来，眼睛。这个别给它画死了，画死了就不好看了。然后它的身体，这样就行啊。然后它的爪子往前抓一个，这样才能抓牢实啊。这块一个，再抓着这个抓着东西看向这个前方，这个感觉。这个呢是往后飞去，然后它的身体画出来啊就行。我们别把它连上。大家注意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燕子啊，你在画的时候，它要是连上了，它要连上都不好看啊，你连上它就不好看。所以呢，我们不给它连上啊，特意让它们之间有个断开啊。你看这样呢，就显得活啊。如果你连上了，它未必好看，所以我们经常是不给它连上啊。然后呢，这个地方略微给它往边上探一点就行了，就不连上啊。然后呢，再画出它的爪子，它的爪子往上飞，那么我们把它的爪子画在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它往上飞的时候，它这个爪子是往后去的啊，是减少这个风的阻力啊。然后呢，我们用这个朱标啊染一下它的小红脖啊，画这个配景呢就比较麻烦一点啊，是需要给它不断的换颜色，然后笔呢用的就多一点啊，点点朱标，给它变浅啊，注意啊，要变浅。控水啊，因为我们这个是墨色刚画完的，如果你不控水的话，它就阴了。好，就行了啊，不用画的特别清楚，我们只需要把这个它的姿态画出来啊。这个鸟往前看，有没有这个感觉啊？歪着脑袋往前看，就这个感觉啊。好，剩下的我们就是要把这个最后的画面完善一下啊。然后该点的胎点上面没有点，是因为怕这个鸟的爪子上回呢就吃了这个亏啊，就不敢乱点了，生怕这个鸟的爪子啊被这个盖上啊，就这样就行了啊。我们把这个鸟都画完了之后啊，现在呢还差最后一道手续，就是把这个芽苞点一下啊。芽苞呢，我们就顺势来点头绿，笔尖呢调点胭脂就行了。啊，所有的芽苞呢，我们都是用一个颜色去点，就是胭脂的颜色。啊，这个位置呢就是提款的位置。这块就芽苞不点了，我们只点这一个，再点它俩就重复了啊。
点一个压包行了。好，我们这幅画呢就画完了啊。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